各位朋友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件事。这件事可能会让不少女性朋友心里不太舒服，但我请你耐心听完，听完之后你一定会豁然开朗。我研究易经64卦，少说也有几十年了，大江南北走了个遍，看过的命盘，批过的八字，计其数。这些年下来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那些最终活得通透，活得圆满，晚年福报最深的女人，年轻时候在旁人眼里往往都有点傻，可偏偏那些从小被夸聪明伶俐，办事精明，嘴皮子利索，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的女人，反倒中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，家宅不宁，晚景萧索。你说怪不怪？我琢磨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，后来我终于在易经里头找到了答案。易经告诉我们，这世间有一种本事叫装傻。装傻不是窝囊，不是没能耐，恰恰相反，它是最高等的智慧。真正厉害的女人一辈子就懂得在3个要紧的地方装傻。这3个地方刚好对着一个女人命运里最关键的3条线：夫妻缘分、家庭和睦、财富根基。哪条线断了，这辈子都安稳不了。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犯嘀咕，装傻？那不就是吃亏受欺负吗？先别急，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大智若愚。你当他愚其实是智，你当他傻其实是精。今天我就从易经、命理、八字、风水这几个角度，把这3层装傻的门道一层一层掰开给你看。这不是我随口瞎说的，是我从64卦里，从1,000,000份命格变千里，点一滴提炼出来的。女性朋友听完，请好好对照自身；男性朋友听完，请好好感激身边那个懂得装傻的女人。我先透个底，这3个装傻里头，第3个最难也最要命。很多女人一辈子栽跟头，就栽在不明白第3个上头，落得个财散人离的下场。咱们先讲第一个，我一直说，一本易经就是宇宙运行的密码。这个密码里藏着人和人相处的终极法则。64卦当中有一卦叫坤卦，坤为地。地是什么？地是天底下最沉默的承载者。天降大雨，地接着；天刮狂风，地稳着；天雷滚滚，地纹丝动。可你看，草木在地上扎根，城池在地上拔起，世间一切繁华，哪一样离得开这片沉默的大地？大地傻吗？一点都不傻。大地是宇宙里头最有智慧的存在，它不吭声，不邀功，却把万物都养活了，都拖住了。坤卦的卦辞写得明白，元亨利牝马之争。说白了，最有利的品性是母马那样的德行，温顺、坚韧、绵长。这可不是软弱，这是一种深沉到骨子里的力量。我研究命理这么多年，有一条感悟越来越深，女人的命运走势很大程度上是被她和丈夫之间那个磁场左右的。这个磁场在八字里看得清清楚楚。女命八字里有个东西叫官星，官星代表她跟丈夫的缘分和关系。官星旺而不过，稳而不躁，这个女人的婚姻就扎实。可我偏偏见过一种最容易拆散婚姻的命局，叫伤官见官。伤官是什么？伤官在八字里代表才华、聪明、表现欲。伤官旺的人口才一流，脑子转得飞快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在外头非常能干。
问题在哪呢？伤官会克官心，当一个女人伤官太旺，她的官心，也就是她的丈夫缘，就会被压下去，婚姻运就要出麻烦。这样的女性我见得太多了，她们在职场上风生水起，什么事一眼洞穿，说话头头是道，丈夫在她跟前插不上嘴，她觉得没什么呀，我确实比她强，怎么了？结果呢，婚姻出了裂缝，不是她丈夫不行，是这个磁场失衡了。易经怎么讲阴阳？阴阳互济才能生生不息，阴阳相克就两败俱伤。一段婚姻也是一套阴阳系统，女方这边锋芒太盛，阳气太冲，整个系统就要翻车。我打个比方你就懂了，你见过河流跟堤坝吗？河水奔涌，又猛又有劲，这是阳。堤坝如果也硬邦邦地跟河水死扛，最终十有八九洪水决堤，两败俱伤。但堤坝要是懂得顺着水势拐一拐，弯一弯，水就老老实实沿着河道走，润泽四方。婚姻里女人的智慧跟这一模一样。我认识一位很了不起的女性，是我一个学生的母亲。她年轻时候在单位里能干出了名，什么活儿到手上都处理得妥妥帖帖，可一进家门像换了个人。有一回她丈夫拍板了一个决定，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个决定不算高明，她愣是一个字没吭。后来她私底下问我，曾老师，我要不要把我的看法跟她讲？我反问她，你是想对还是想好？她愣了。我说，你要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她聪明，尽管说你赢了面子，可你们的关系输了。你要是为了这个家好，就换一种办法。后来她用了一种迂回的方式，悄悄把自己的想法渗进丈夫的思路里，丈夫最终调整了方案，效果很好，而且觉得是自己拿的主意，信心十足。这就是装傻的第一层门道。易经谦卦讲，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。自牧就是自我约束，自我管理。真有本事的人懂得把锋芒收起来，不是你不行，是你明白锋芒外露有代价。风水学里有个讲究叫藏风聚气，一块好的风水宝地，不是处在旷野里四面透风，而是山水环抱，把气兜住，把财拢住，把福留住。一个家也是一个风水场，在这个场里头，女性就是地，是承载者，是能量的凝聚核心。这个地要是成天往外散发能量，处处彰显自己多厉害，家里的气场就散，气一散，财散，人也散。我还要特别提一嘴，不同命格的女性在这方面表现各有不同。子年、午年出生的女性，天干地支里水火交织，脾气容易冲，情绪来得猛，在婚姻里尤其爱争个高下，这类女性要格外留心，在丈夫面前学着示弱，不是真弱，是懂得收。卯年、酉年出生的女性，木金相冲，性子刚硬，主见特别强，是典型的能干型。可他们在婚姻里往往磕磕碰碰，原因就是太能干，太有主意，把丈夫的位置挤没了。倒是那些非年、未年出生的女性，土气醇厚，性格包容，婚姻普遍稳当，晚年福气也厚，因为她们天生就带着一股装傻的基因。但我必须强调一句，所谓装傻，绝不是要女人压抑自己，更不是叫你去忍受不合理的对待。这里的装傻是一种选择性智慧，该亮相的时候亮相，该收敛的时候收敛。易经乾卦初爻有句话我特别推崇，潜龙勿用，
龙潜在深水里，不是没有力量，是在蓄势，等时机一到，飞龙在天，那才叫真正发威。最厉害的女人拿捏得住什么时候该潜龙勿用，什么时候该飞龙在天。夫妻相处大部分时候要处在潜龙状态，你的聪明，你的能耐用不着天天对着丈夫证明，把这股劲儿留到真正需要的场合去。我还见过一类女性，丈夫讲句话她必纠正，丈夫办件事她必挑刺，丈夫出个主意她必驳回。日子一长，丈夫在家里没了存在感，没了尊严，就开始往外跑，到外头找认同去了。这时候他哭天抢地说，我为这个家掏心掏肺，他怎么不珍惜？掏心掏肺是真的，可方式用拧了。易经教我们，给予要顺着对方的需求给，不是顺着自己觉得重要的给。丈夫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永远比他聪明的太太，而是一个让他安心，让他被信任，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伴侣。在丈夫面前懂得装傻的女人，不是真傻，是把聪明花对了地方。这就是第一个装傻的真意。现在来说第二个，这一个比第一个难度高出节，因为牵扯的关系更纠结，情绪更难控。第二个，装傻是在婆媳关系里装傻。一提婆媳关系，我估计不少女性朋友眉头已经拧起来了。这的确是中国家庭里最棘手的一道难题，千百年了，像一道解不开的方程，让无数家庭暗潮汹涌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的女人嫁进门，婆媳融洽，家宅安宁，而有的女人同样嫁进门，却闹得鸡飞狗跳，甚至拖垮了婚姻？问题不全在婆婆，也不全在媳妇。用易经的眼光看，这是一个阴阳系统失调的问题。64卦里有一卦叫魁卦，魁的意思是乖离，背反讲的是两种本来不相容的力量碰到一块时产生的对立。魁卦的卦象是上火下泽，火往上烧，水往下流，方向截然相反。婆媳关系的本质正是一个魁的局面，两个女人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不同的成长脉络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不同的思维模式，天然就有一股对立的张力。可是魁卦并非一味凶险，卦辞说魁小事吉，意思是在这种对立状态下，只要在小事上处理得当，保持谨慎，照样可以趋吉。关键就在这4个字：小事和处理。婆媳矛盾有多少是了不得的大事？绝大多数都是芝麻绿豆，菜咸了淡了，家务谁来干？孩子穿多穿少，作息，对不对？这些小事处理得好，就像魁卦讲的，依然走向吉祥。怎么处理？答案还是2个字：装傻。我见过太多聪明的媳妇，婆婆话音刚落，她马上接茬反驳，而且条条在理。婆婆说菜要多搁盐，她说摄盐过多损害健康，有数据支撑。婆婆说孩子要多穿，她说现代育儿理念讲究适度保暖。婆婆随便提什么，她都能找出一套论据来推翻。她觉得自己没错，她确实没错。可婆媳关系偏偏越来越僵，为什么？因为她犯了一个根子上的错。她以为婆媳之间是道理的较量，可婆媳关系从来就不是道理的事儿，是情感的事儿。婆婆对媳妇心底里有一种天然的防御，这个外来的女人抢走了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儿子现在跟她更亲了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这是人性，不是对错能衡量的。所以你拿道理去驳婆婆，
婆婆感受到的是什么？是你在打我的脸。一个情感上已经失落的老人，面对打脸会怎样？必然反击对抗，把矛盾往上拱。真正聪明的媳妇从来不跟婆婆较劲讲理。风水学里，一座宅子最要紧的位置叫中宫。中宫是整个屋子的核心，是气场的交汇点。中宫稳，家就稳；中宫乱，家就散。婆媳关系对应的正是这个中宫。婆婆是家里的老人，代表根基；媳妇是新进门的人，代表生命力和未来。根基和生命力必须共生共荣，家的气场才立得住。怎么共荣？不是分出谁对谁错，而是纳气，把对方的能量接纳进来，而非排斥出去。具体怎么做？还是装傻。婆婆有些话明摆着不对，比如过时的育儿老套路，比如不太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聪明的媳妇怎么办？表面上笑着点头，妈，您说的有道理，我还真没想到。转过身，执行的时候悄悄按照更合理的方式来。婆婆觉得自己被尊重了，心里痛快了。家里的事实际上还是在正轨上运行，这不是骗人，这是太极。太极讲究4两拨千斤，你不用硬顶对方的力道，只需轻轻一引，借力化力，把能量导到对全局最有利的方向上去。八字命理里，婆媳关系也有清晰的规律可循。有一种命局叫比劫旺，比劫代表竞争，同类相争。婆媳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比劫关系，两个女人在争夺同一个男人的情感和注意力。当媳妇八字里比劫旺，她骨子里有一股强烈的争胜心，不肯输给任何人。这类女性在婆媳关系上特别容易踩雷，因为她会不知不觉把婆媳相处变成一场擂台赛。可如果这类女性能看清这一点，有意识地按住内心的争胜欲，在婆婆面前主动退半步，结果会截然不同。我认识一位女性，命格正是比劫旺，年轻时婆媳关系糟糕透顶，3天2头闹矛盾。后来她找到我，我帮她把命盘拆开细看。听完以后，下了狠心要改。她开始在婆婆跟前装傻。婆婆说什么，她不在第一时间顶回去，而是笑一笑，妈，您这么一说，我才反应过来。婆婆帮忙带孩子，她不再挑毛病，而是说，妈，您忙了一天太累了，歇着吧，剩下的我来。刚开始她做这些，心里委屈得很，觉得自己在说违心话。我跟她讲，你说的不是假话，你说的是另一层真话。你真正要的是什么？是家宅安宁，是丈夫轻松，是孩子在一个平静的环境里长大。为了这个真正的目标，暂时把锋芒收一收，这不是委屈自己，这是高明地爱自己。大约半年以后，她来告诉我，婆婆变了。婆婆逢人就夸她，我家这个媳妇好啊，懂事。婆婆甚至开始帮她撑腰，儿子偶尔犯浑，婆婆反过来替她说话。这就是易经的妙处。你以为是退，其实是进；你以为在失，其实在得。易经损卦的卦辞说，损有福，原吉，无咎，可贞。利有攸往，损是减损的意思。可这一卦偏偏是吉卦，减损自己，可以带来根本性的吉祥。很多人想不通，凭什么减少自己反而好？道理在这儿，你消掉了自己的棱角，放下了对抗，就给对方腾出了空间。对方有了空间，就不必再跟你较劲。系统不较劲了，
就和谐了，一和谐，福气自然而然就生出来了。从运势的角度看，懂得在婆媳关系里装傻的女性，家庭运势会有一条明显的上扬曲线。家庭是一个人最核心的风水场，场里气正气聚，好事就往这儿涌，丈夫事业更顺，孩子学业更好，家里的财运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反过来，婆媳天天打擂台，气场就乱就散。在这种散乱的气场里，丈夫夹在中间焦头烂额，上班都心神不定，孩子在火药味中长大，心里留下暗伤，将来运势也会打折扣。所以婆媳关系里装傻受益的不是媳妇一个人，是整个家。这就是装傻的第二层智慧。现在我们来到最难也最要紧的第三个，我前面卖过关子，第三个最难做到，也最关键。很多女人一辈子都参不透，所以辈子财散人离。第三个装傻，是在钱财面前装傻。你是不是觉得奇怪？钱财上装傻，那不是傻乎乎被人占便宜吗？完全不是。你听我慢慢讲。易经里有一卦叫节卦，节是节制有度的意思。节卦的卦象是上水下泽，泽中蓄水，水被约束在里头，不向外溢。卦辞说，节亨苦节可增，节制能带来亨通，可苦节，过度抠门，过度算计，反而不吉利。这就耐人寻味了。节制和吝啬的区别在哪？节制是内在的功夫，不声不响；吝啬是外在表演，靠斤斤计较来显眼。还有一卦叫井卦，讲的是一口好水井要持续供给，既不能竭泽而渔，也不能把井口敞开让人随意污损。我把节卦和井卦合在一起琢磨，悟出一条理。理财要像水井一样藏在内里，持续涌现，而不是摊在台面上让人一眼看穿。八字命理里，女命有财星，代表财富能量。财星旺的人，按理应该不差钱。可我见过太多财星旺却留不住财的命局，症结就在财路于外。财星太旺又外显，就会招来比劫的争夺，比劫克财，你的钱就容易被人惦记，被人争，被人骗。命理上有条铁律叫财不可露，这个露不光是指别炫富，更深的意思是别在钱的事上显得太精太算，太锱铢必较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我替你掰开了讲。一个在钱财上精明过头的女人，在旁人眼里是什么形象？是一个分毫必争的人，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。这种形象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三重。第一，好的合作机会绕着你走，谁都知道跟这种人搭伙，便宜被他占尽，亏的永远是自己。第二，身边的人对你筑起心墙，本来可以互帮互衬的关系，因为防备心变成了互相算计。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，你的气场变了。风水学里有个概念叫煞气，就是一种让人不舒服、不愿靠近的负面能量。一个在钱上太计较、太精明的人，浑身带一股算计的煞气，这股煞气会把好缘分、好机会、好财运通通驱散。财是很怪的东西，越想死死攥住，他越往外溜，越是松开手，他反而自己找上门来。我有个学生，他妻子精明得不得了，家里每一分钱的去处他门儿清，稍有出入就要翻账对数。来了客人，他心里默默核算这顿饭值不值。朋友借钱，利息一厘不让，
还款一天不差，你说他管家不行吗？管得滴水不漏。可这个家的氛围沉甸甸的，丈夫不愿意带朋友回来，孩子大了什么心里话都不跟他说，因为在他跟前什么事都会被折算成账目。亲戚走动越来越少，大家都嫌在他面前太累太紧绷，账面上这个家没亏过一分，可人心散，人气散了，那些看不见的财富、人情、机会、福气全散掉了。后来她丈夫生意出状况，需要朋友帮忙周转，找了一圈，从前的朋友都不太愿意伸手，不是人家不够意思，是这么多年的相处风格摆在那儿，人家心里有数。这就是在钱财上太精明、太外露的代价。真正懂得聚财的女人，偏偏会在钱上装傻。怎么装？朋友聚会，该你做东就痛快做东，别算今天谁喝了几杯，谁吃了多少，这一餐钱花出去了，换回来的是什么？是情分，是人脉，是下回人家有好事第一个想到你。亲戚上门借钱，自己有余力就借，借了之后别3天2头吹，不是不在意，是别把这层关系搞得紧巴巴的。你的大方，人家记在心底，将来有机会，最先想到的就是你。做生意分利润，别非要把每一厘都算到自己碗里，给合伙人多留一口，看着吃了亏，实际上把合作关系拉得更长，长久合作带来的回报，远远盖过眼前多分的那一点碎银子。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，持续的减损放下，最终到达一种刻意强求的状态。这个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，是顺其自然，而顺其自然的结果恰恰是无不为，什么好事都水到渠成了。八字命理里，真正财运长远的女性，命格往往不是财星最旺的那种，而是财星有根，印星扶持的格局。财星有根，说明财富来源稳固，根基扎实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。印星扶持财星，印星代表民生、智慧，长辈的荫庇，意味着这个人的财富是被他的口碑和见识保护着。什么样的女性口碑好？就是那种出手敞亮，跟人掰指头算，让人觉得可信赖可亲近的女性。这份好口碑反过来守护着她的财富，还不断吸引新的财富向她汇拢。风水学里，财位的处理有一条基本功，藏而不露。财位要干净整洁，不要摆太多杂物，更不要把金钱符号弄得太刻意太扎眼。为什么？因为财要藏，藏风聚气，这个藏字是风水学的灵魂。同理，女人在财富上的智慧也得藏，不是藏着不花，而是不让人觉得你随时随地都在盘算钱。这里我再多说一层，关于女性财运和生肖命格的关系。属龙的女性天生气场强，有贵气，财运上有先天优势。可属龙女性也容易犯财路于外的毛病，觉得自己有底气，就恨不得让全世界看见。这一点要格外当心。属鼠的女性聪明伶俐，数字感极强，这本是长处。可要是把这股精明劲儿用在人情往来上，就会帮倒忙。属鼠女性要学会在社交场合里收起算盘，摆出一副我不太在乎钱的大气姿态。属兔的女性温婉柔和，天然就有装傻底子，比较容易做好。
但要注意别装过头，真的对财务不上心，那又走了另一个极端。装傻讲究分寸，对内真正关键的财务决策，你得心里跟明镜似的；对外人际交往、面子场合，表现出一种不那么在乎钱的从容。这种内精外拙的分寸感，恰恰是易经中庸之道的精髓，多也不少，恰到好处。从运势走向来看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：那些30岁之前比较大方、不爱计较的女性，40岁以后运势往往有一个清晰的拐点往上走，而那些30岁之前精打细算、分毫必争的女性，40岁以后反倒时常遭遇财运不稳、人丁冷清的窘境。这不是巧合。40岁在命理上是大运交接的重要关口。30岁之前你积攒了什么样的气场，到了40岁以后的大运周期里会被放大、被呈现。你攒的是宽厚大方的气场，40岁以后的大运就给你引来贵人、引来机会、引来财富。你攒的是算计精明的气场，40岁以后的大运就让你的人缘越来越窄，路越走越逼仄。所以在钱财上装傻，其实是一种深谋远虑的长线投资。你现在撒出去的那一点点钱，是在替未来的自己存福气。这份福气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。这就是第3个装傻的深意，也是3层里最深的一层。讲到这儿，我想把3个装傻做一个整体提升，让大家看清他们背后那条共同的根。表面上看，3个装傻分别对应3种关系：夫妻、婆媳、财富。可他们骨子里有一个共同的哲学源头，就是易经坤卦的精神。厚德载物，坤卦的大象传说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大地的品性是宽厚，是承载，不跟万物争高低，却把万物都滋养了。真正有大格局的女人，就像大地，争但赢了，不抢但得到了，不显但最耀眼。这3个装傻本质上都在修同一种功夫，容纳。在丈夫面前装傻，是容纳他的不完美，给他留出空间，让关系里的阴阳自然流转。在婆媳关系里装傻，是容纳婆婆的局限，不硬掰她，而是顺水推舟，把家庭关系引向和谐。在钱财面前装傻，是容纳眼前的损失，不把每一分力都赚死，让财富流动起来，在流动中创造更大价值。3种容纳做的都是同一件事，扩大自己的气场容量。风水学里，一个地方能聚多大的气，取决于它的容量。3环水抱撑出大格局，才能聚大气，养大福。一个人也一样，你心胸多宽，能容多少，你的气场容量就有多大。容量越大，天地间的好气、福气、财气就越愿意往你这里汇。所以这3个装傻，表面是在减、在退、在让，实质是在扩容、在积蓄、在壮大。易经易卦说风雷易，什么是易？就是增长增益。可易卦的前提是懂得先给出去，给出去了才能得回来，而且得回来的比给出去的更多。装傻就是一种给予，你把面子给丈夫，把空间给婆婆，把财气给周围的人，然后这个宇宙会按照他自己的法则，把更大的东西回馈到你身上。我讲到这儿，可能有人心里还有疑问，
曾老师，您讲的都是理想状态，现实里总有人不懂珍惜，得寸进尺。我装傻，对方反而蹬鼻子上脸，越来越过分，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装傻不是没有底线的忍气吞声，更不是毫无原则的一退再退。坤卦虽然讲柔顺，可坤卦里也有一句狠话：阔囊无咎无欲，把袋口扎紧，没有过失，也别指望赞誉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某些时刻必须扎紧口子，守住底线，不让外面的东西侵入核心。装傻是在不触碰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上装傻。什么是原则和底线？人格尊严不容践踏，基本权益不容剥夺，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不容马虎，家庭核心决策权不容完全旁落。在这条线以内的事，尽管装傻；在这条线上面的事，必须清醒，必须硬气。这种有章法的装傻，才是真正的傻里精。看着傻，骨子里精得很，散的是表面，紧的是筋骨。我见过最了不起的女性，往往就是这种类型。外人看她觉得好说话，不计较，好像什么都无所谓。可真正跟她深交的人会发现，她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什么都看得透透的，什么都捏得稳稳的。这种女人才是把易经活出来了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我想从更大的运势周期给大家一个宏观判断。从易经的周期规律看，一个人的运势大约每10年经历次大转换，命理上叫大运交接。交接期里，你前面积累了什么样的气场和能量，就会在接下来的10年里放大显现。所以我一直讲，年轻时候要修德，要积福，因为你现在种下的种子，将来某一天一定会发芽。结果这3个装傻，就是在种福的种子，在丈夫面前装傻，种下的是婚姻稳固、白头偕老的种子，在婆媳关系里装傻，种下的是家宅和睦、子孙兴旺的种子，在钱财面前装傻，种下的是财运绵长、晚年安康的种子。这3颗种子，在你30-40岁的时候可能还看不出苗头，可一旦到了50岁、60岁，人生大运走到了收获期，他们会一起结出果实，让你的晚年比谁都安稳，比谁都富足。反过来，那些年轻时在这3方面懂装傻的女性，30-40岁可能风风火火、威风八面，可到了50-60岁，婚姻磨光了，家庭散架了，财运也因为早年不善积累而越来越薄。这就是命运的规律，谁也逃不掉。易经系辞里有一句话，我琢磨了很多年：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天底下最柔软的东西，能在天底下最坚硬的东西上，自由驰骋，水自柔，却能穿石；风自柔，却能撼木。女人的装傻就是一种柔软，可这种柔软有穿透一切的力量。3个装傻，3种柔软，3条通向幸福的路，哪条最难走？我告诉你，3条都难，因为人性的本能就是要表现，要证明，要赢。克服这种本能，需要真正的智慧，需要真正的修行。可越难的路越值得走。我见过太多老人，到了垂暮之年才悟透这番道理，追悔不迭。要是当年我明白这些，这辈子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
就是盼你们别等到白发苍苍才恍然大悟，年轻的时候就领会了，照着做了，你这一生会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轨迹。最后，我用《易经》里的一句话收个尾：君子报变，其闻未也。真正有修养的人，经历了内在的蜕变，外表也会焕然一新，光彩照人。这三个装傻，就是内在的蜕变。当你真正做到了，你会发现自己整个人的气质变了，气场变了，运势也跟着变了。不是命运偏爱你，是你用自己的智慧改写了命运的走向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命是可以改的，改的方式不是去争、去抢、去跟命运硬碰硬，而是顺着天道，顺着人情，顺着宇宙的规律，悄悄的、柔柔的把命运引向你想去的方向。这才是中国文化最珍贵的馈赠，也是易经留给我们最深厚的财富。聪明的女人，该傻的时候傻，该精的时候精。傻与精之间那条线，就是智慧边界。找到了这条线，你就找到了命运的钥匙。